问你个问题：如果男朋友送了你一束花，但这一束花不是对方主动买的，而是你提醒他之后才买的，你是会开心还是会难过？很多人收到花之后反而更难过了，因为他们在想，如果是我提醒了才送，那这花还有意义吗？如果他是真心爱我的，那为什么还要我开口呢？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人痛苦的不是有没有收到花，而是开始拼命猜对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想摆脱这种纠结内耗的状态，就要用一个非常厉害的心态，论迹不论心。成年人最该有的清醒，就是不要过度关注别人内心的想法，而是关注别人的行动。因为人心太复杂，你永远猜不到别人到底怎么想的，但行动往往比想法更真实。比如说，同事帮你值班，他可能不情愿，可能心里还在吐槽，但他最后还是帮你值了。找领导请假，领导脸色不好看，说话也不热情，但最后假还是批了。生病的时候，男朋友来医院来陪你，他一路都在接工作电话，看起来心不在焉，但他还是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开始论心不论迹，那麻烦就来了。你会想，他是不是不愿意帮我呀？领导是不是讨厌我呀？他是不是不爱我呀？原本那些已经解决的问题会重新冒出来，成为新的问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很多人觉得别人做了让我不舒服的事儿，一定是故意的，一定是在针对我。比如说，对方忘记了某个约定，你会觉得他明明知道，但他就是不做，他就是不重视我，他就是没把我放心上，否则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但现实是什么呢？现实可能是他最近工作太忙，他可能心情不好，或者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忘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只需要轻轻的提醒他，哪怕你要求对方给一些补偿，对方也会心甘情愿的。很多时候，你苦苦追寻的那个答案其实根本不存在。而且呢，人特别容易上纲上线。举个例子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气势汹汹的问你，你今天出门为什么先迈左脚？是不是看不起右脚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大概率不是反思自己，而是觉得对方莫名其妙，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建立一个错误的预设之上。可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的，先预设一个答案，再拿着这个答案去审判对方，最后得到结论自然也是错的。最可怕的是，你还会被这个错误的结论给气得半死。所以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很多烦恼其实来自于过度解读。以前呢，我眼里容不得沙子，总想知道别人心里是怎么想，总想知道别人做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的。现在我的标准简单多了只要不影响我的健康、赚钱和心情大部分事情我都能接受。哪怕我知道别人是在哄我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大家都很忙，就算是哄我，人家也是花了时间和精力的，与其拆穿不如领情。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第一，就是允许别人动机不纯。很多人痛苦的根源在于希望别人对自己100%真诚、100%坚定、100%的没有私心。可现实里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，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嘛，既有善心也有私心，既讲感情也讲利益。人心会变，但行动永远不会骗人。如果一个人长期愿意帮助你、支持你兑现承诺，那他心里有没有过犹豫，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。过度纠结别人到底怎么想，只会把自己困在无穷无尽的猜测里。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阶段性的嘛，因利而聚也会因利而散，这本来就是常态，没必要强求永远。第二，允许别人暂时误解你，但不要轻易自证。被同事甩锅，被领导误会，被朋友冤枉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拼命解释，恨不得立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但你越着急解释，往往越显得心虚。有时候沉默和冷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，就是一种力量。就像你每天吃米饭一样，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质疑你是不是吃不起米饭，你甚至会懒得解释，因为你知道现实是什么，对方也知道事实是什么。真正稳定的人不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证明自己身上，时间会替你说话，结果也会替你说话。第三，就是不要预设答案后审判别人。很多关于的问题不在于问题本身，而在于我们先入为主。对方迟到了，你觉得他在给你下马威；消息回晚了，你觉得不重视你；语气冷淡一点，你觉得不喜欢你了。现实往往没有那么复杂，大多数人只是有自己的生活而已，有自己的烦恼，有自己的节奏。
没人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。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误会呢，总是以为别人应该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可实际上人心隔肚皮，你说出来，别人都未必能完全理解，更何况什么都不说，只让别人猜呢？所以呢，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一句话，就是放低对人性的期待，提高对行动的观察。能够做到答应你的事儿就去做，已经非常好了。做不到，但愿意解释原因，并给出新的方案也很棒。没必要追求完美，因为过高的标准本质上是在为难自己，也是在为难别人。成年人最大的清醒不在于看透人心，而在于接受人心本来就是看不透的。与其猜别人怎么想，不如看别人怎么做。